嗨，大家好。你们，我可以好奇一下，你们这个课是因为是一个课，或是有什么学分要修完吗？不是啊，那你们都自己想来哦？为什么？没有啊，我可以好奇问问看嘛，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没这么认真，要来听演讲，所以我想稍微知道一下各位来的原因跟期待，好吧？有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说看？我先继续说下去，希望你们等一下可以回应我，或是希望我等一下讲的东西能够达成你们心里头来这边的目的，好吗 ？OK， 其实，在上周我在咖啡厅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刚好我在台中，所以通常咖啡厅的位置是很大的，但是刚好那个咖啡厅很小，所以旁边就坐就这样，这边一桌就有2个人，他们就在跟我说，没有，他没在跟我讲，我在做我的事，他就在跟他朋友讲说，哇，我被他打，然后他还拿出了验伤的报告给他朋友看。你知道我平常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这时候突然就想说，好，听一下好了。一听到验伤报告，立刻耳朵就醒了。然后他就跟他说，那个他就是会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跟你朋友讲？然后他还说，好，等他一下。就 A 女跟 B 女 ，A 女是事主，还没完。好，我都忘记钟声是这么长。Anyway，A 女是事主，事主就跟他朋友讲说，那个事主的男伴，事主是女生，男伴就是会一直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跟谁出去，然后甚至男伴还会想要看他的手机，看 A 女的手机，说你是不是有跟谁说什么？然后 A 女就说，我就是只能骗他，就是说我没有在讲什么，我们就只是出去聊一聊。然后结果是那个男伴还会堵到那个他们公司楼下，然后男伴还坚持说我要上来看你朋友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上来了，然后 A 女就很无奈，就说就是我也没办法。不然他就一直要我这样怎么办？那我只好就骗他说没事啊。但殊不知呢 ，A 女其实是要跟她的朋友们说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但她不敢跟她男伴讲。然后我在听这些，我就想说，就是原本都在做我的事情，越来越没办法做我的事情，然后偷偷听他说。最后呢，因为我是个大 I 人，然后就很不喜欢打扰别人。我后来就真的是鼓起勇气，先去上一下厕所，想说回来要做这件事，要这么鸡婆吗？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在被 PUA， 然后我就把这个 PPT 给他，我说，我没有要推销，但我真的希望你好好过，然后希望可以处理你遇到的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么巧，真的就这么巧。那我在做事情，他就在旁边跟他朋友讲，他还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想说，我就想说这会不会很大声会吵到别人？我说我不是故意听到的，但就真的听到几个关键字或关键行为之后，就脑袋的警铃就响了。所以我希望在今天各位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预警系统，知道在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或对方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的伴侣是男的是女的，或多元性别 ，it's okay，你都可以有一个预警系统，说，他开始做出什么事情了，然后想说，这是鬼事，你就会叮叮叮叮叮叮不对劲。我们希望今天有这个收获好了 ，OK， 好，往下看。这是我，但这是我在做的事情哦。那我这没有很重要，我只是特别想要讲的是，不管是我在国外接案，或是在我有在张老师接案，然后在学校或咨商所付钱来接案的这些经验里头，没有人不谈关系跟感情，这真的是人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有时候真的很 K， 你就是会遇到一堆。你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事情？那我猜各位也都带着某一些期待跟可能受挫过的心情而过来。那甚至我也希望
今天的讲座结束之后，我们不要不小心自己在感情里头也成为了不管是受害者，或是不小心成为加害者。我觉得这倒是真的蛮重要的哦。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諮商一次要多少钱吗？有点岔题，但你们知道諮商要多少钱吗？你们有用过这边的諮商？有人有点头，有人没有。那你们知道一次要多少钱吗？猜，2000差不多了，但台北再贵一点吧。2000还有吗？2500差不多钱，2500到3000应该是差不多一次。那你们猜諮商通常要做多久？半小时，一次50分钟，但一次50分钟大概收2500、3000嘛，那你猜要做几次？通常啊，8好的一个数字，很多学校的是8次。那我来说一下平均好了哦，平均一个议题，这是研究说，美国研究说大概12次左右。你自己想想看哦，我们可能因为遇到一个烂事烂人，然后你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钱来处理这些议题的话，我那时候我的个案，他可能不是只有8次，他来谈了1年多，他才好不容易从那里爬出来，然后重新回到一个好的关系里头。甚至我可能谈了很久了，可能好几年的个案，他已经离开那个关系好久了，可能好几年了。但是有些时候在人际关系里头，他又会不小心发现，原来自己还带着过去的那一些模式在跟新的人相处，而且不一定是关系，可能是在工作或任何的人际里头。举例，他很常不太喜欢跟同事做一起工作，他比较喜欢自己做。然后我们后来去理解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样麻烦到别人，只要牵扯到跟别人的事情，我就会很不想做。那我们就想说，平常就会觉得说那你就要努力啊，你就是人际技巧不够啊。但我们是心理师，所以我就多问怎么了。他就有一个担心，他就说这样的话，要是跟别人有一些，要是别人跟我意见不同的时候，我要怎么办？那我就想说什么意思？什么叫不知道怎么办？他也可以跟别人沟通，可是他就很不想。他理智上也知道那后来才理解原来这可能是过去的阴影，就阴魂来找他，什么意思啊？在 PUA 里头，在一段关系久了之后，你是受害者太久之后，你会避免任何可能的冲突跟摩擦。我等一下会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那我们发现了，原来他是害怕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恍然大悟。那我就会知道说，哇，其实 PUA 对一个人的伤害可能这么久，这么长。那我当然都不希望各位遇到这些事情。好，继续往下讲。什么意思？没了。好，拿出手机吧。好，有无交往经验，所以8个，一半以上有彼此承诺，而且持续半年以上的经验，看来大多是不是这样？然后有单恋，然后有彼此承诺关系没有延续半年以上的经验，OK， 有一些人是没有的。OK， 我打个岔，那一天才听到朋友在讲说，就是半年以下都叫做有情感纠葛的朋友。我说好But anyway， 回到这边，所以大部分人是有过交往或是喜欢一个人的经验了。那各位可能就会知道，在感情里头有多少鸟猫，就是你可能也发现自己有很多鸟猫，然后你也可能发现对方也很多鸟猫，都是可能的。好啊，那我们往下看下一题，不要离开哦。他应该会跳到下一题，给手机跟网络一点时间。好，关系里头是否怀疑自己太小题大做、太敏感、太计较？第二题，常常有这种感觉，偶尔会有。好，请进，赶快进来吧。好，偶尔会有。好哦，几乎占了一半，常常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我太敏感？然后又看到很多高敏感族的IG 或 whatever， 我们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太小题大做？那偶尔会有，我觉得在关系里头不可能没有觉得自己太小题大做、太敏感、太计较。有些时候真的会，因为你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完全是不同的人，然后你就是会有一些你知道你在意但他不在意的事情，这很正常。但假设你常常都觉得好像自己太敏感、太小题大做、太计较，我觉得这会哪里有一些问题跟状况。好哦，新到的同学，我再回来一下，你们拿出手机，然后我们参加最后一题。拿出手机，扫这个 QR code， 一样的连结，怎么样的关系互动最让你不安、不舒服？我觉得这是在帮各位来听演讲的人的一个忙，就是也可以让彼此知道，大家在关系里头会感觉到什么。冷暴力是最不舒服的，忽冷忽热，情绪勒索。好，情绪勒索现在是最多，最不喜欢是这个，是情绪勒索。OK， 好，其实这一坨啊，我们看到的控制欲、冷暴力、忽冷忽热、情绪勒索等等，都涵盖在今天要讲的范围里头，他们都可能是 PUA 的一种手法。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古代，你们是年轻人，我们古代是没有情绪勒索这个字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只能说，那个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不舒服？我没有一个词汇叫做情绪勒索我不会直接说，你在情勒。你知道这个词汇出现救了多少人吗？我们可以辨识出他在做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而且有人定义叫情绪勒索，你糟糕。这是好的。那因为这个词汇被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有一个言语的词汇来跟你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是不好，或是可以表述我的心情有多不舒服，这是一件很赞的事情。Anyway， 这些就会是我们要在今天讲座要谈到的。好，回来。好，我们要来说说 PUA， 应该有人都应该听过什么叫 PUA 吧？有吧？点头摇头，有人听过啊？你们要是稍微去 GPT 查一下，应该就会知道它整个来源是什么。那有人知道来源是什么吗？先不要用 GPT， 有人知道它到底在干嘛吗？然后它现在的意思是什么？猜猜看。看来你有要说什么吗？你要不要试试看？好像跟吸引力有关系，好像跟吸引力有关系，吸引力有关系，没有错，对，很大重点，吸引力有关系。好，还有人要讲讲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大学或研究所或博士的时候，有一个跟以前学习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前基本上你就是坐着听就好了，但现在研究所或大学会邀请你开始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并且回应。甚至在出社会之后，我觉得这个能力会越来越觉得重要。那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不够好到让大家以前就有这个机会在开始练习表达自己，即使讲错也没关系。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不是这样，大家就是踊跃讲，我心想你们疯了，但他们就是很踊跃在讲。可是他们的学习是可以被允许这样，但我们的学习是没办法的。所以我鼓励各位开始培养这个能力，这是题外话。好，回来，PUA 跟吸引力有很大关系，没错。他有几个手段，他一开始真的是在教一群生理男性，对，生理男性，怎么追生理女性，然后他是给异性恋男性，就是一群不知道怎么办的人来做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一群男性可以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也跟教育有关系啊，男性比较被鼓励，你只要把功课啊学好啊，工作做好就好了。然后人际关系没有人教，怎么办嘞？市场出现了。那时候 PUA 是这样，
可是到现在 PUA 已经变形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操控的手法，操控，它真的是操控。好，来说一下他刚开始在干什么。刚开始我们就想想看，因为我不是爱看韩剧的人，所以我无法举出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假设有在看的人就会知道韩剧的男主角通常会长什么德性，好看，然后又好又高又帅，然后就是头发很漂亮，然后又很有能力，又会弹钢琴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可能又很有钱，我们就想象那个人设。所以那时候的 PUA 就会跟那一群男生说，你要开始在社群上，或是在你的人，你要多去哪一些地方，你要多去可能交友，然后聊天，然后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业务，然后假设在星巴克或是在北车吧，我不知道，他们就会过来跟你讲话，他说，你今天穿得很好看，我真的被遇过很多次，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会想说啊，你现在是拿我来练习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一个练习是你要去跟陌生人讲话，然后跟可能100个，一天要100个。然后久了之后，你就比较不怕了。他们真的有这个练习啊，我没有觉得这个练习不好，但是它可能是一套手法之后被有心人利用之后，可能很可怕。OK， 所以当你开始很会社交、会聊天、好笑，那这可能你就会开始加强你的吸引力，然后别人可能就会慢慢觉得你好有趣这是第一步。所以 PUA 的第一步，其实我没有觉得是坏的，我没有觉得是坏的，因为现在我们都需要在这么资讯这么爆炸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我没有觉得这不好。好，第二步，建立信任感。这时候韩剧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就是在外面，男主角光鲜亮丽，但突然女主角发现他在落魄在街头，然后或是在干嘛，你就想说他怎么了？然后他才说他跟他爸吵架，他爸是财团的老总，然后他不想要接受他爸爸的安排，所以他们吵了一架，然后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揭露自身的脆弱面。然后男生跟女生2个人可能就这边聊彻夜聊天，然后就是这个情节就这样铺下去，这是第二步，就是他在别人面前是光鲜亮丽，但是他的脆弱面让你看到了，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有一些连结，就像是现在说的跟我们古代说的1垒到4垒完全长不一样。我们古代的1垒到4垒是牵手，然后亲亲，然后后来最后可能是做爱什么之类的。现在不是，现在第一个是可能是做爱，最后1垒叫做分享内心的创伤，一模一样，可以吗？但在这个部分，我也很常听到我的案主们来跟我说，他说那个讨论未来计划，我跟你说实际长什么样子他被诈骗一大笔钱。但他最难过的是，原来那一些感情或者是这个人，全部讲的都是假的。我觉得他非常难过是这件事情。他说，怎么认识？从每天传讯息开始。你在我想一下，我要模糊一下，因为我不能让资料跑出来，让我想一下。Anyway， 他们因缘巧合认识，然后他们开始每天聊天，然后他们就说那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很认真的在经营我的事业，我家里不是很有钱，但是我真的想要赚大钱。那为什么要赚大钱？因为我家很破碎，那我希望有一个稳固的家。那这家，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跟我一起的这个家，不然他就是一个人，他不是家。他会开始讲这些，开始揭露自身脆弱面出现然后每天早上就会，你说什么，我就会说，那你今天过得好不好？然后，我今天在干嘛？我今天在干嘛？那你呢？每天，诚实、友善、共情能力高，揭露脆弱面。再来什么？他讲了一个在中国好常用，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但久了之后觉得说，哇靠，好烂的东西。
他说一屋二人三餐四季，有人听过这个吗？没听过，太好了。他说一间屋子2个人，三餐就是每天一起过，然后四季就是一年一年过，然后后面还知道什么千山万水什么乱七八糟的。Anyway， 他就开始讲这些。我们要理解哦，在这个过程里头，它不是一天哦，它不是一天，它是很久，可能几个星期、几个月。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现在的人际关系里头，可以维持几个星期、几个月有多少？他就每天跟你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今天怎么样。我要上班咯，等一下再聊。我们可以理解这件事不容易吧？然后还会跟你说，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往下走，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未来。他下一步是什么？我现在有一个，我在做我的那个加密货币投资，然后开始了。他刚开始一定不会，我们基本上不会第一次上钩。可是因为你看，他这个人已经跟你聊了这么久了，然后他会刚开始会给你一些回馈跟小钱，例如说你先投个2万块进去，然后真的过2个礼拜之后，他再汇了3万块回来，真的有拿到钱，真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哦，真好。他说，你看，我真的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跟加油。然后我这个礼拜我也汇了3万块进去，然后我拿多少钱？他会用这样的方法，然后他们就继续，然后他可能就开始越投越多一点，最后几十万，甚至我自己的朋友300万不见了。他那时候一度要自杀，我就是只好跟他聊一聊，然后请他一定要找人度过这件事情。对，而且我朋友一开始就知道那是诈骗了，一开始就知道。你就想说他是白痴吗？对，但是也不对，是因为那个诈骗真的每天跟他聊天跟讲话，持续了好一阵子。这个很厉害哦，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好，第3个，奖励、惩罚、诱惑、退出，这是什么意思啊？当你开始上钩了，当你开始他有一点本钱，知道你在干什么的时候，知道你好像喜欢他的时候，他会开始奖励你说，就是你真的很懂我，谢谢你就是这么贴心。但有时候可能我们回的讯息比较慢，他就突然1天都不回。然后我想说，他为什么不回？以前是早上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今天吃什么，传一个便当的图片给我。但今天都不回我是不是今天哪里有做错什么事情？还是我早上我回太慢吗？他为什么不跟我讲话？还是他还忙吗？然后可能过一阵子他又出现，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比较忙。然后我们说好，可能是我搞错了。然后但是这种东西会慢慢的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我怀疑。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哪里做错事？我有点提心吊胆，有点吃不下饭。你们有交往过，应该都，因为我刚看大部分人都是交往过的，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一段吧？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一段吧？我觉得这一段在某一些时候可能是正常的，在于说，我们热恋期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花很多时间在彼此身上。可是你热恋期终究会过，你还是有其他事情要忙。我不就是你不是每天吃饱没事干，要等他回讯息的人，你还是有你的事情要做。慢慢的，我们一定会把重心也转移到其他地方上面，这是正常的。所以本来有可能讯息就会回得越来越慢，但是这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故意欲擒故纵。你像我那时候要说古时候，他们都会说你就是每天跟他聊天，然后突然有一天什么都不回讯息，然后看他会不会回你，然后假设他回你的话，你就知道他可能有在意你。就是那时候这个恋爱建议，但其实它很可能是一个用来钓人或套招的方法，套招这样用吗？的方法OK 可以理解吗？但有些人真的是恶意的在教导别人用这种方法来套住别人，这时候我就觉得可怕了，可以吗？这时候我就觉得可怕了。最后一个，摧毁价值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做出奇怪的事情以退为进？例如，他开始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回你讯息吗？
因为我觉得你都会跟你朋友讲，我们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事情为什么要跟别人讲？那我这样在你朋友面前不是就很没面子吗？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了，所以我才不回你讯息。可是我觉得还是跟你说好了啊，毕竟我们好像在一起很久，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可能我在乎，他开始讲出这些，你可能说哦，好像有道理，好像有道理，然后再来他会一点一点的变形，他可能说啊，你又要跟谁出去？如我刚刚开头，有些人没听到，如我刚刚开头我在咖啡厅听到的女生讲的事情，那个人甚至追上来，他硬要跟着 A 女上来去看他的朋友，他说的朋友 A、B、C 是不是都在？然后他看了一眼，然后没事之后他才下去，然后下去之后 A 女就突然笑出来，想说他在干嘛，然后结果还被那个男生听见，然后那个男生说你为什么要大笑？我觉得这个叫做奇怪的事情，开始查情到不行，然后他都会跟你说，因为我真的在意啊，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好的，但我也不希望你朋友开始对我说三道四，我们又还没真的，我现在在努力打拼，我也很努力，所以请你也要跟我一起努力。开始讲这些话出现的时候，那是什么叫以退为进？就是啊，假设你真的觉得我这么糟，不然我们就到这吧。然后我就沉默，然后我就想说，呵，怎么回事？我们前面经历过这些，你知道那时候那个咖啡厅的 A 女的朋友，我觉得她做的反应很好。她听完之后，她难过的哭了，但她没有说出一句“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怪人在一起”。她还好没讲出这个话。但是他A 女事主一定会也自己怀疑，为什么我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是大家都别忘了，他前面有这2步哦，这2步造成的连结跟一个人心里头的重量是很大的哦。当事人 A 女就说，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开心啊。他也说他打我，他还去验伤，可是为什么离不开？因为我们真的还有开心的时候，他真的讲出，就我心里想说，谁会讲出没有？真的，他就讲出这样的话，所以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教科书里面讲的话的时候，我自己也是稍微吓一跳。真的，他就说我们先前有开心的时候，但是他现在开始做奇怪的事情，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朋友就会开始劝，那你就离开他，离开他。但我们不要低估 ，again， 我再讲了一次。不要低估这前面的这个重量。好，讲到这边，有问题疑问吗？没，可以边想想看。欢迎随时打断我都没关系。我还没有讲到，可能最后一步叫做彻底的操控。彻底操控是什么？就是开始没事，有事没事发脾气。然后做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有听到我的个案跟我讲的事情我一样会模糊掉一些东西，我不会要把它说出来。但是他说他们出去玩，去新竹好了，去新竹玩，然后他的另外一半开车的时候，他关上车门的时候比较大声，另外一半生气。他说为什么你要关那么大声？他说我没有啊，我只是就是不小心关比较大声。他说你每次都这样。你那么情绪化，我们出来玩不是好好的吗？你为什么要突然这样？然后害我心情现在不好了。然后他就说：“那以后我们不要出来玩了。”然后我刚刚就会说：“可是我们又没有怎么样，我就不小心关比较大声，我道歉嘛。”开始吵，开始大吵架。后来刚被丢在新竹，说你自己回去，然后就一个人拎着行李箱，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在路边，然后后来自己回家。之后，他跟我说：“哇，只要每一次吵架，我们就有一些快乐的事情不能做，就被剥夺了。所以以前那些好的东西都一个一个被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手足无措。但是又因为以前有好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放不下。你可以理解这有多可怕吗？很多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恶意要去
做这些事情，但真的都有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也一定要请各位要有一些警觉心，然后也要小心自己不小心做出这种鬼事，很可怕。哦，好，他的第一步是让你觉得他难得，第二步他什么都会跟我说，是一种快速绑定。OK， 第三步奖励里让你觉得自己特别，撤回奖励让你觉得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是推拉的力量。OK， 第四步他是要让你怀疑你自己，只要一个人有错，你就不会怀疑他了。哦，这个超级可怕的哦，超级无敌可怕。我等一下来举个例子好了。好，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这个。嗨，请说。第二步的时候会持续多久的时间？第二步持续的不一定不一定，就是要看。他们毕竟也是人，然后每一段关系会长得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持续久一点，有些人持续没那么久。如果他1年的话，那你就变成跟一般的人其实差不多。啊，如果超过1年的话，那不就跟一般的？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我先前都会有一个疑惑，我就会想说，这一步跟我们平常的时候遇到的人，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好像长蛮像的。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业务，而且是顶尖的业务，我就想说他该不会再用这招。我在理解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在用这招对我？然后我就是吓傻一阵子。但我后来想想，他也没奖励退出，他没有这个，他也没有骗我钱，然后他也没有诋毁我，所以我就觉得好，可能没有。但是我真的花了一点时间在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他刻意做出来的？可以吗？确实，我觉得这2个部分都没有不好，第一步跟第二步都没有不好，这是我们在认识人的时候基本上会做的事情。但他有意识的在用这个，要赶快让你觉得我们很亲近。嘿，我想问一下，如果正常的人关系的话，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没有一定，好问题。但我猜这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或恋爱这件事情这么多人想理解的一部分，因为每一段关系会长得不太一样。你原本都以为你会有一个 SOP 可以做，可以跑，但没有，不是每段关系都长这样的。对，可是像这边，我觉得是列了几个东西可以供各位参考，这是人们喜欢的特质。我们喜欢诚实友善、共情能力高、揭露自身脆弱面，这是我们都喜欢，基本上是喜欢人这样子的。对，所以看着对方，然后讲话看着对方，然后或是点头微笑，别人讲话的时候有回应，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的，这些都没有不好。所以你努力的去做到这些，这可能是人际技巧的训练，赞。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有人用这些东西刻意的要去做后面的事情，那它才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事情。我这样有回答你吗？它没有一定的答案。对，那你做这2件事情，假设它真的持续了很久，然后他也没要往后面做，那 maybe 就是你们就是正常的在认识跟熟悉彼此的过程而已。对。如果持续2年，然后最后才到第3步，那不是跟正常差不多？惨啊！对，我的惨不是乱讲的啦。我觉得有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多时候不是除了诈骗之外，其实大多时候这个跟这个的出现是不小心。我觉得我也有时候我也会做出诱惑退出的时候，例如说我就觉得他在讲那些干话，我真的很不想回他，然后我就隔天才会回。我们还是会做这种事吧？我们会做这种事吧？你就觉得算了，就是好花费力气，我先不回好了。对，但他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对，那我觉得这边没有错的地方在于说 ，OK， 我可以有一天说，我觉得你那时候就是讲话很白目，
然后你以后可以不要这样讲嘛，那我们就会理解彼此一点点，他就不会觉得是不是他做错什么，他不知道。我觉得好的关系会长成这样，可以吗？嗨，请问？我们在第二步的建立信任感的时候，因为对方试图想要跟我彼此建立信任感，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算是一个预知说有可能会做 PUA 这个手法的话，变成说我们对他不敢去建立信任感，这样变成只会是单方面对方在建立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需要到第二步就直接想说，他有没有可能说我在？没错，你说没错。而且在第三步的时候，奖励惩罚、诱惑、退出这地方，我是觉得说有可能对方不知道他自己在 PUA， 或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 PUA， 所以第三步的一个解法还是像刚刚老师说的，彼此沟通，说我自己不需要的啊，不行。没错，没错，我觉得这是好的或正常的关系会变成的样子。我们一定都会有被戳到摸到逆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不爽。有些人不爽会直接讲，有些人会忍，有些人会冷漠一阵子，然后或者记一段阵子再做，这都正常。但我觉得好的关系是要可以说出为什么我不开心，两个人互相理解的过程是好的，对。但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PUA 很可怕的地方在于说，它就是在用我们一般人际在认识的这些过程，但它是有意识并且要加快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比较可怕。那我觉得后面第四步一定是可怕的事情，但是又很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例如说好了，我不回你讯息，因为我不喜欢你吃饭的时候叫很大声，但我不想讲。好，就讲这无聊的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回我讯息？你是不是对我生气？我说对啊。然后他说，那你干嘛不直接说？然后我有时候我在这一步我其实可以讲说，因为我可能习惯等情绪过了再跟你讲，我不是不讲，我觉得这是好的。那我接下来就会跟你说，我在意的是你吃饭真的很大声，我有时候很干扰，我觉得这是好的。可是有些人会直接说，我不跟你讲话，还不是因为你那时候做错事，你那时候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才不会对你生气嘞。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好。不好在什么？不好在我没有要承认我哪里做错，我直接去指控你做了另外一件错事。这样有搞懂吗？等一下有例子可能会更好懂一点。好，请问。正常的关系都是最后要讲对方哪里做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不一定，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关系不会长成这样，这是理想的。理想的是这样。什么意思 ？PUA 是他最后会做出奇怪的方法，用来操控你。他的他的用意是要来操控你。那怎么判断刚刚说的是加速关系？就是说 PUA 跟一般的话是为了前面第二步的话是可以加速，那怎么判定它到底有没有加速关系？很难讲。有些人可能就很习惯会共情很多事情啊，或揭露自身很多脆弱面啊，你很难判定他的意图是什么。这时候你一定就会想说，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读心术。这是感情里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不可能搞懂对方在想什么。我们心理师被号称有读心的能力，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对。而这是人跟人相处之间困难又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可能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理解他，然后你可能有受过伤，然后你愿不愿意在这一次再冒险去相信他一点点。我们都是冒着被伤害的风险去跟人相处的，这是必定的。两个人相处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被刺到的时候，但不代表我们就会死掉。
我们受伤会好起来，类似这样的概念。对，所以我不能回答你说，假设他超过3个月，那可能是正常，然后没超过3个月，有病，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回答你，好吗 ？OK， 好，不会，好，往下咯。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PUA 的伤不是突然发生，而是日复一日的让你觉得我不重要。我的需求不该说，我只能配合别人。所以，就算他不是有意要骗你，或是他没有要索取你的什么，假设他一直让你有这种感觉，我们就要开始有一个警铃，想说：哇，天哪，怎么会这样？而且从原本我每天都听你说共情能力高，突然变成这样，然后还持续了这样。我们就会怎么了？为什么？发生什么事？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跟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好，我想要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好了。先这个，直接看例子比较快吧，大家应该看的会比我念的还要快。我看哦，这是哪里？关心为名检查手机 ，OK， 看讯息，然后你怎么那么久才回我？然后按赞贴文的对象提出质疑，然后要删掉某些异性的联络方式。那这些还是很常会发生，其实很常发生。在我的观察里头，异性恋女性对于异性恋男性做这件事情，比较常提出这些要求哦。那我觉得某个程度我理解，但是我觉得比较怪的在下面。我觉得这样好像被监督，我会有压力。然后他就说我会这样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要是我不爱你，我根本不会这么紧张。哪里有问题？有没有人要来想想看哪里有问题？请说。怎么样有问题？情了，情了在哪里？哪里怪？我们试着来辨别看看。请进啊！是我太在乎你了，要是我不爱你，我根本不会这么紧张。这个超怪，对不对？但怪在哪？怎么样是要情了？请说。把错弄到对方身上 ，bingo。你看这边，其实这上面的我都觉得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就会在意对方，我们嫉妒感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我们就会嫉妒，我们会想要占有对方 ，OK 可以理解，这是人性。但是另外一边已经说了，我很像被监督，我有压力的时候，他看来是要讨论一件事情，但小明有要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吗？没有，他就是要他捂上他的嘴巴，说闭嘴，其实意思就是闭嘴，你就照我的话做。可以吗？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哦。我会这样，我太在乎你了。要是我不爱你，我根本不会这么紧张。突然，我就要为他的不安负责了。发现了吗？小明很焦虑不安，是因为他爱我。好像是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才这样焦虑。假设他不爱我的话，他不会这样焦虑。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好啦，这是爱的表现。可是小珍的心情一直就被忽视了。我被监督，我会有压力耶。你没有要管我，我有压力这件事情，你要我自己消化说这是你爱我的方法。这打妹啊，很不行啊，可以吗？好，嗨。真的感觉就是，如果这身份放在家庭上面，超容易出现，对不对？就是他下面那句话，他变成就是可能对方把他当成是家人。对，所以为什么情勒这件事在台湾大红，就因为我们很常用这种方式在关心，或是接受关心。妈爸很常讲这个话吧？有没有人爸妈又会讲这种话？举手。只有我，你，
好，你其他爸妈好爸妈真厉害。我很常讲这话哦。前一阵子回去，阿嬷，我阿嬷很常讲这种话，她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叫我闭嘴啊。对啊，她就说我是关心你，所以你就不要再做，你就不要再讲了，你就是在群组里面不要再讲这些话了。为了让我们家开始为了让我们家不要被或是我们家里的和平，你这些话在群组就不要说了。他这样讲，然后我就想说，哇 ，PUA 全部对 PUA 我就然后我说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一言堂是不是？我们家里什么都不能讲，是这样吗？我就这样问他，他闭嘴，然后我也没有跟他吵架，我就算了。但我要让他知道他在讲奇怪的话，可以齁。所以为什么情勒这么可怕？是因为他在我们的日常很常出现到我们觉得这叫做关心。请说。蔡老师，那怎么样去直接化解这个 PUA，就直接讲出来？可以，但是我等一下会再有一些的例子，然后我觉得可以先辨认，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反应都这么快，然后也不是这么熟悉 PUA 的手法跟金句。对，好问题，等一下回应。好，往下咯。煤气灯箱有人听过吗？这个真的是古代的电影，有人知道这个吗？我稍微让大家放一个1分多钟的影片，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理解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吧？好，他讲了很快的英文，我来跟各位脑补一下，赶快补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基本上在说，那女孩，她继承了姑姑大量的遗产，然后还有一栋豪宅，然后这个男的就跟她一起到那个豪宅，那豪宅就是因为有钱到那个岛可能都他的，那他们两个就在里头相爱相杀。什么相爱相杀？你刚刚可以看到又吵架又就我很爱你，他还说一句我不应该质疑你的，对不起，然后就拥吻，这样。在这里头其实就很像是PUA 很常会出现的状况，它不会一直都是吵架，它一定有和解好的时候，它会两个都出现。你知道我在这项工作里头，有人跟我讲说，他说要是我爸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渣，然后一个没有用的坏人的话，那还好一点。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就是有好的地方。你知道有好的跟坏的一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困惑，我们就会很纠结。当他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但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啊，我还要这样对他这么生气吗？然后我们就会很难走出这一个东西。而 PUA 也是，那这男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住在一个岛上面嘛，然后他也就说，我希望你不要跟你的朋友们讲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就留给我们自己。那岛又很好孤立，那他后来女的就真的就是只有他跟这男的。然后为什么叫 gaslight？ 就是以前古代，那时候只有煤气灯，然后女的就在想说，为什么那个煤气灯明明暗暗，男生就一直说没有啊，你看错了吧，它就是一直是亮着啊，你搞错了，然后一直的这样讲。加上其他的吵架无微不微一起进行，久了之后，女的就开始怀疑，就觉得自己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啊，当你知道你成为PUA 的受害者的时候，很常你可能会失眠，然后开始忧郁，你很容易会去看身心科。身心科抗忧郁的药物里头，有一个真的会让副作用，叫做让人记忆力丧失。这意思是不是你完全就忘记你是谁？不是这种，而是你会忘记一些事情，你记不太起来了。这些时候，当对方一直坚持你记错了，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加上药物的影响，你就更开始怀疑自己。那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更糟糕的状况。你看哦，你只有他，然后跟他每天吵架，但又觉得好累，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受委屈？
但是你又只能依靠他，他又一直说你记错了，你搞错了，但是亮着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你自己。不要小看这种长期日积月累下来的这种话语的堆叠。我觉得金句出来了，开始来看各种不同的金句吧。第一个叫情勒型，你要是心头有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伤害我呢？我跟你们说，在关系里头一定会不小心伤害到别人，自己也会受伤，这件事真的很正常。而我们不是要避免完全不受伤，而是有机会在受伤之后可以理解彼此，并且想办法，而且是两个人一起想办法，看怎么样日后会好一点。可以齁，这是第一个。情勒 OK， 贬低型，你也太敏感了吧，我又不是那个意思。这很常出现哦，很常出现哦。你要是没有我怎么活得下去啊，也很常出现哦。他说哇，你怎么那么傻？然后但是还好我在，那我就会保护你。听起来好像很好，听起来哎呀，你真是傻得可爱啊，哈哈。就是有可能他是贬低，有些时候可能是口头禅，有些时候可能是贬低。OK， 操弄现实，你想太多了，你记错了，这个在后面就会比较常用，但是你想太多了，太常用了。我觉得我们的圈子里头有慢慢开始有人知道说，忧郁症不是你想太多，你不想了就会好了。我们都知道这是鬼话了。我觉得可能脆的流行也会让大家知道，你想太多的是一个蛮糟的安慰的话。OK。操弄控制限制型，你朋友都会对我指指点点，我不喜欢。你常跟朋友出去，我会很没有安全感，这种话也很常出现。好，再来还有什么？道德绑架，你为什么不温柔一点，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 ？OK， 道德绑架，我觉得更可怕，因为你会觉得对方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够好？最后一个甜言蜜语型，我觉得它是 combo。它是加上前面5种的 combo， 它就是说，要不是我在乎你，我才不会这样累，可以吗？我觉得这6个句型很常出现。好，那我来给各位一个小小的考验。E 跟 F 交往半年 ，F 吵架的时候很常冷处理，不回讯息，然后故意在社群媒体与其他异性暧昧互动。E 崩溃的时候 ，F 就说：“你就是这么情绪化，难怪我都不想理你。”然后 E 回去觉得自己是不是太黏、太没魅力？请问谁在 PUA 谁 ？F PUA E， 你们可以想，应该就会是这一句吧？你怎么这么情绪化？难怪我都不想理你。这符合哪一个金句？来，我再回来记好了，我再拿回来。它是情勒、贬低、操弄现实、控制限制、道德绑架、甜言蜜语，哪一种？贬低型。OK， 有没有人其他答案？你这么情绪化，难怪我都不想理你。应该2吧？2吧？那我想询问，因为 PUA 的这些金句基本上都是用来逃避讨论，要对方闭嘴的嘛，对不对 ？F 明显的就是要E闭嘴。明显就是没有要理E的感受，可以看得出来吧？那这句话，假设我们是E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反抗？要不要有人试试看？你怎么这么情绪化？难怪我都不想理你。有没有人要想想看这句话哪里很奇怪？他们遇到一个问题跟状况，E他开始要试图讨论的时候 ，F 说你怎么这么情绪化？来。把错怪给对方，对，而且他 F 是不是转移话题 ？F 是不是没有要讨论或面对自己说，自己就会冷处理，然后还会用这种方式？E 要讲的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弄我，对不对 ？F 没有要理他，他要说都你啊，你要是不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啦。而且是转果为因啊！你这么情绪化，难怪我就不想理你。那还不是因为你先让我情绪化，我才不理我。然后你不是，那你做这些事情就是让我情绪化啊！可以理解这个先后因果对不上吗？
可以吗？可以齁，好。然后这是网络上看到的，打断你一条腿，再给你一副拐杖，最后告诉你没有它你连路都走不了，基本上是这意思。可以齁，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受害者可能会长成怎么样子。第一个，放任对方予取予求，过度依赖对方；第二个，觉得错的永远是自己，很多矛盾混乱，开始孤立无援，不知道怎么看自己，自己永远不够好，然后愧疚感，害怕冲突，很焦虑。我来说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想哦，每一次我们用那个 E 跟 F 来讲，每一次当 E 觉得 F 在有冲突的时候，F 就会去不回讯息，然后好，等一下，每一次当 E 要跟 F 讨论一件事情 ，F 都说还不就是你。久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想说算了，我不要讨论好了，你说的都对。刚开始还会吵架都是好的哦，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不会吵架哦，是越吵架会越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怎么最后错的都是自己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不吵了，我们就顺着你，这是 PUA 最后的结果。所以让对方予取予求，害怕冲突跟焦虑是一样的，我就不要冲突，不要冲突就不会有争执啦，那就不会什么都是我的错啦。可是，在 PUA 最后一步很长，就算你什么都做对了，然后还是做错了，因为他就是情绪不稳定，他想怎样就怎样。所以，当我们怎么做都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真的很糟啊？我是不是真的烂到一个地步，所以不管做什么都不对？然后也会开始觉得自己很糟，是因为觉得我好像都没有自主能力，我为什么全部都要依靠他？所以我才前面那一章说要把你的腿打断，然后就说你只能靠着我，这 PUA 很多矛盾跟混乱，久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知道，我好像我心里头的声音都不对，因为我试图要讲出来的时候，你都会说是我的错，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办？那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还可以想说哈哈好好笑，谁会这样？可是当你经历过一整个长时间这样的洗礼之后，你真的会怀疑自己到不行，而且后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调整回来。研究说 PUA 或是各种创伤结束至少1年后，那个创伤影响还是会持续。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它不会是结束之后就我好了，没有，真的没有。OK。我的个案可能是真的是，因为他快死了，是真的快死了，然后被迫离开，然后对方还把他甩了之后，他还努力要回去关系，但对方后来坚决的拒绝，他才离开这关系，然后又经过了1年多，他才走出来，然后才慢慢再找到一个或好几个不同的人选，觉得还不错，才开始觉得说哇，自己为什么当时要陷在那个可怕的环境里头，然后被批得一文不值。但他就是花了这么久时间，当时他来的时候还是很想他，一直说他有多糟，但就是好想回去哦。然后我们就想说他怎么了？他被 PUA， 就被 PUA。可以吗？所以我也绝对不会怪他为什么这么反反复复，为什么嘴巴一直骂，但就是不离开 PUA， 可以吗？好，往下看。再来要讲一点点，我觉得是心理学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烧脑。那我尽可能的简单化来讲述这一块，让各位可以有一些理解。因为很多人会说，哇，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但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感情用事，我可以用很理性的方法来跟各位说，为什么被 PUA 之后会这么惨。好，认知失调，他讲这一坨我就不多念，意思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吧，抽烟，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好，对吧？
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抽烟，对吧？但是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抽烟的人会怎么说？抽烟可以怎样？可以怎样？提神。好，还有吗？快乐是神仙。哇，天哪，这是死语，我喜欢。好，继续。还有吗？嘿，放松，没错。好，还有吗？抽烟枪会说怎样？还有什么？不知道，都没有人抽烟到这里。有人会应该会因为有抽烟，然后会认识一些的人，类似，然后跟上述各位讲的，所以他们就死没有要戒烟啊。他们也知道抽烟不好啊，那个烟上面不是后面都会有那个很可怕的什么肺癌或干嘛的那个图片吗？他们会不知道吗？知道啊，对啊。但为什么要做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然后这就是认知失调。当我们在持续做这件事抽烟的时候，但我们也知道那个对身体不好，但我们就会开始脑袋就会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让自己好过一点。就它可以消除压力，它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它快乐是神仙，让我们这个失调的程度低一点。我们大脑很不喜欢失调，所以我们会开始找各种借口让自己好过一点点。可以齁，这样有理解吧？然后有人会说什么那个车祸的几率跟抽烟致死的几率，车祸大得多，所以抽烟还好吧？这都是让自己好过一点点的方法。OK。再来，心理学概念free choice paradigm， 它意思就真的在说，这是一个实验，简单说一下，它让这是很久以前的。可能40-50年前的实验，他让女性在百货公司选择商品，然后让他们随便选，那选喜欢到很喜欢，那里面自己选随便选。假设是从还好的跟很喜欢的去做选择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例如说咖啡机他们很喜欢，口红还好，在这时间里面你随便拿，然后选择口红的选择咖啡机的人。他就会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机。但是要是这两个选择很靠近，例如说咖啡机跟什么空气清净机好了，假设这两个我都很喜欢，然后最后我选择空气清净机，然后我可以带回家。那实验就问他们说，你再喜欢什么？他就会选择咖啡机。可是明明他刚开始两个他都很喜欢。但选了之后，我们就会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事情，这样有理解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就意思是，当我们做了选择之后，我们偏向我们做了选择的那个选项，就像是这两个东西我都喜欢，但我选了这个之后，我就会开始说这个比较好啦，那个没那么好。那这也是一种认知失调。因为我们有一种不舒服，两个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只能选一个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开始说服自己说，我们选这个比较好。回到刚刚在关系里头，假设我们已经经历了前面1、2阶段，我们就是已经认识彼此，每天早安晚安，然后一屋2人3餐4季都过了之后，但是他有时候会冷战冷暴力，然后但是我最终选择了他，我就会觉得他很好。但同时我也会看到他不好的地方，我们就会开始说服自己，这是脑袋自动运作的方法，可以吗？好，最后一个effort justification paradigm， 它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花了大量的心力去选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东西很赞。例如台湾可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叫做姐妹会或是兄弟会，他们不是入会的时候要做一些鬼事嘛，然后很麻烦，一堆无为不为的东西。这一样是一个实验，他们最后进去之后，然后结果那个兄弟会可能无聊的要命，但因为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进去之后，他们真的就会觉得那个里面比较好，他们真的会觉得那比较好。但是假设只是直接进去的话，他就会说好无聊。回到关系里头，假设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力跟努力，前面有这么多的拉拉扯扯无为不为，然后一弄来都半年1年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要说服自己这个关系是好的，这个关系很赞，我就要继续留下来。
所以啊，为什么很多 PUA 的受害者会边说这关系很糟，但继续留在关系不离开？很多时候他脑袋就在打架，他真的就在打架，因为脑袋就要说服自己说这个行为是对的，但同时我又觉得哪里很奇怪。那你自己想想看，假设我脑袋有这么多混乱的想法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没办法下决定，然后很糟糕的人？有可能。所以刚前面在说为什么这些受害者可能会有这些状况，其来有自，而这都是科学实验做出来的。好，往下看，来，我们刚从抽烟这个选择，然后来看到这里，当他们当小明跟 C 在一起，我选择跟 C 在一起。小明的另外一个想法是 C 有一些地方让我不舒服，所以小明开始有一些认知失调，他就开始说，他其实有很多体贴的地方，他只是他爱我才这样，能找到这么深情的人不容易。特别说，要不是我很在乎你，例如说 C 很常说，要不是我在乎你，我才不会这么黏，才不会这样查你的手机，才不会这样就是跟东跟西。我们就会开始说服自己。然后我以前想要的关系太天真了，然后忽冷忽热啊，我们会帮他找借口。他最近压力大，他只是直接不会修饰，他害怕失去我。我们头脑会找这些东西来说服自己哦，真的会哦。所以假设你的朋友或你在经历这个阶段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带着某一点点的理解跟温柔，是说真的，因为他脑袋在冲撞，然后请他去找諮商，或学校的諮商师，学校諮商不用钱，赶快去哦。OK， 可以吗？所以这是我们用来让自己好过，大脑用来让自己好过一点的方法。OK， 好，我不要想这么多难过的事情了，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想一些方法来说服自己，例如说，抽烟虽然不好，但是它可以让我压力小一点。抽烟虽然不好，但是车祸更会致死率更高，所以还好吧。类似这样的东西，他骂我没什么，他只是脾气差。我们之间有真感情，他只是太脆弱。类似这种东西，我们会用来让自己好过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刚刚这些认知失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试图说服自己？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喜欢动刑，我们不喜欢离开关系，这个太大了。我们通常会让行为继续，但是改变什么？改变头脑，可以哦，改变头脑。所以我们会开始用这种自我说服的方式，让自己继续待在关系里头，即使我知道哪里怪怪的，但我会努力的说服自己，还好，还可以，可以哈，好。所以，受害者会开始改变自我，而不是离开关系的原因在这里。好，来，我们来看看。我想哦，这些研究都会带着一个正义的角度，还给受害者一些公道。为什么他会过度依赖？我们头脑已经想说，我们投入很多时间、心力在这个关系了，那我让我自己。顺应他一点，我就可以继续留在关系，那就这样吧。错的永远是自己，我选错人这个强度的失调，我们很不喜欢自己选错人，我要继续待在关系，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我哪里做错了，应该是因为我讲话不够小声。我刚才还有一个是他会说，他的另外一半会跟他说：“你明天可以叫我起床吗？”然后他说好。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叫另外一半起床，另外一半起不来，然后他叫了3遍都没有用，然后他就只好放弃。结果另外一半晚一点起来说：“你为什么没有叫我起床？”说：“我有啊，我叫你3次了都不起来。”他说：“那你要想其他方法，你可以唱歌给我听啊。”我心想：干白痴哦，什么叫唱歌给你听？就是你自己起不来什么意思？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了避免自己觉得自己选错人，我们会想说：“好吧，那我下次唱歌。”就这样啊，就这样啊。然后
很长的时候你会孤立无援，因为对方会觉得你不要把我的事情讲出去，因为对啊，害怕冲突，因为一有冲突就是自己的错。假设我跟你说我叫不醒你，那就我的错啊，因为我不唱歌。对，愧疚感可以理解吧？你一直都被怪罪，都是你的错，也很焦虑，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爆炸，所以你就每天胆战心惊。可以齁。认知失调是为了让我们在困难的状况都活下去的方法。我们会说服自己，让自己头脑好过一点，然后在困苦的环境里头继续坚持下去。可是有些人会利用这个东西，让我们待在一个困苦的关系里头，被别人予取予求。这是受害者很可怜的部分，但也是我们活下去的方法之一。所以我觉得要是有心人在用 PUA 的方法控制别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可恶哦！他真的是用人性在控制，对，好，这个我写了几个易成为受害者的特质，我们认真看一下哦。高共感，习惯照顾他人，自我要求高，不喜欢麻烦别人。容易贬低自己，对爱情有高的期待想象，很孤单，害怕冲突，界限模糊的家庭。最后一个我等一下稍微讲清楚一点。可是大家读一读，有没有觉得说，哇，一半以上的台湾人都长这样？应该一半以上都长这样吧，对吧？特别女性被鼓励要长成这样，对吧？在座的几位女性应该可以懂我在说什么吧？要长成这样吧，你不要跟人家有冲突啊，对啊，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一下嘛，对，照顾人家一下不会怎么样。可是这些事情为什么突然变成坏事？很多时候我们被要求要乖、要听话、要善解人意，结果我们被人家这样弄。什么衰小，怎么这么衰？然后社会不理解的时候，就会说啊，你就是这么笨。可是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当你从小被这样养到大，都要善解人意的时候，然后你真的超善解人意，结果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人家又说你怎么这么笨，超衰你就是在被这样养大的啊。但为什么这些人会很容易成为受害者？因为我们会不希望别人的感受不好，所以我们让自己退一步。那我们因为自我要求高，我们很常被说要很努力，努力就可以克服一切。功课考不好，我们再努力一点，以后就考更好。感情里头很容易挪用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感情有摩擦卡关。努力一点，努力你就过了。以后工作，上司要求很多，然后我现在过得很不好，一定是我不够努力。很长是这样。然后很努力的人，很常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啊。然后这不是就是一条龙下来的吗？然后对爱情有高的期待想象，或是孤单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好不容易有这个关系，所以我要更努力一点，留下来经营看看，可以齁。害怕冲突，我们的台湾文化里头，哪有在鼓励你有不同意见的？没有吧？都最好要乖乖听话，老师说什么做什么，主管说什么做什么，对吧？突然要讲出冲突的话，像我刚刚说的啊，我阿嬷就叫我不要在群组里面讲这些有的没的，她也叫我不要有冲突啊，她也害怕啊，但我现在没那么害怕了，对啊。界限模糊家庭就是说，就是很长时候，我有一些知道个案，他们是家里的门是不能关的，你们。住家里的时候有自己的房间吗？举手一下吧。有自己房间，其他是没有吗？没自己房间。
没自己房间，好，跟谁用？没自己房间的，跟谁睡？啊，突然不见了。没自己房间要跟谁睡？跟家人、手足、兄弟姐妹，是吗？啊，有自己房间的人可以锁门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有人不能锁门吗？有人不能锁门。有一些人门是不能关的，即使现在我们都多大了，他可能回家门还是不能关。关起来之后就会被说你干嘛锁门？你在做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吗？你就想说我就是想门关着怎么了吗？然后就要解释一堆，解释再解释，界限模糊啊！拜托，我们都几岁了，我们就是想要有自己空间，怎么了？还要讲什么？但是这些家庭出来的人，但我们就想说80%台湾人就长这样，出来的人很容易变成受害者，因为我们就很容易被登门打吼，能头行棍。台语听得懂吗？就是我们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我们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可以齁？好啊，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说那就退吧，没关系。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想问、想说，然后想要回应的？我没听懂的。要怎样才不会成为 PUA 的加害者？加害预防是，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培养一个勇气跟素养，是你有一天一定会不同意我一定会被挑战跟质疑，可是我都可以说好，我想要听懂你在说什么，我可能真的哪里做错了，我可能真的让你不舒服了，可是是可怕的。就像是假设我们今天你们都是学生嘛，你们今天去跟教授讲说你教课教得很烂每天都照着课本念，什么意思？我不会自己看哦。你们敢说这种话吗？通常不太敢，对不对？啊，你们猜教授听到这个会怎么样？如果毕业的话，毕业的话可以，比较不害怕。对，你们猜教授会怎么说？教授可能会讲说，我是大学教授，念的书比你多这么多倍，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差点讲出肺炎。然后你算哪根葱？很可能这样吧，对不对？这个有没有在跟你沟通？没有啊，他是叫你闭嘴啊。可是这是不是常态？是啊。你们出去之后跟主管、上司说，你现在这个方法可能不太适合，我觉得有更好的方法。会不会有人不愿意听？会。我们这方法用了这么多年，大家都说没事，你为什么你一来就有事？会不会有这件事发生？会。我们只能鼓励自己，在成为有权势的人的时候，都可以听听别人要说什么，而不要直接先翻脸。这是我们要很努力的事，但这是困难的事情。我每天，我是所长嘛，然后我们行政人员，我都会说，你们有事你们直接跟我讲，哪里做错了可以说。行政后来有努力，可以开始讲出他要讲的话。他要说，我觉得你哪里没做好。我当下会不会说，哇天啊，他发现了？不会啊，我一定觉得说，你又知道多困难，我一定会这样想。可是我就会想说，好，他都愿意跟我讲，代表他也发现哪里有问题，他也很投入，所以我一定会听他说哪里有问题，然后我们一起来面对。可是这是要练习的，我们真的要很努力去练习这件事情。就是说，好，他可能说的有一些道理，我听听看吧。啊，假设他讲的是鬼话，那我再来骂他也不迟。类似像这样，我有回答你吗？好，不会。有人有其他问题吗？好问题，谢谢。嗨，请问。就是如果当朋友在跟你讲他在抱怨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是他现在他是另外一半，他的另外一半是因为算是对，可能是加害者。对，我说相对的，对。然后那身为朋友的你，你要怎么样去跟那个人去讲？是，也是很好的问题哦。我觉得第一个，你真的可以先跟他说，你可能被 PUA， 你就直接先跟他这样讲。我们现在网络资讯发达，
你就要去查 GPT 会一个一个的跟他回答，那算不算 PUA？ 对，这会是很好的方法。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回应到我开头说那2个在咖啡厅的女子，她的 A 女的朋友也问我说，那她可以做什么？我说千万不要丢下你的朋友不管，因为支持真的很重要。那我那时候因为我社恐发作，我就逃跑了。我说对不起，那我要走了，拜拜。然后我就跑掉了，因为我社恐发作，他不认识嘛。我没有说完的是，有时候一个人要去听这些也很痛苦，那你就有一群朋友一起关心他，那就好，不要丢下那个人。他要离开一段关系不会这么容易，他一定会反反复复很纠结一阵子。假设那个他们在一起越久越难，你们一定不要放下他，一定要听他说他做了哪一些可怕的事情，对方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然后你再说对，真的那个对方渣男，对，像这样可以吗？好问题，谢谢。还有吗？有其他的疑问或是想说的吗？还没，那我们就往下看咯。好，我觉得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所以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啊，是最开始也基本上叫最重要的一件事，记录下来发生什么事，然后跟朋友讨论。我不是说我有接过很多 PUA 的个案，然后有一些是在职场被 PUA， 有些是在感情被 PUA， 有些是各种情况都被 PUA。他做了哪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赞呢？他开始记录下，因为我们谈了很久，他开始慢慢知道说好像有一些事情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主管都会一直叫他做。然后他就说，他说好，不然我开一个 Excel， 每一次当主管要我做一件不是我要做的事，或是他好像在讲出 PUA 的话的时候，他就记下来。他不厌其烦的记了1个礼拜之后，他有一天又被主管问了要求他做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他一打开那个 Excel， 看到已经1页下来的时候，他突然理智线就断掉了。他想说，哇，才1个礼拜，我已经被要求做这么多鬼事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好，这次我要努力做不一样的事，我要说不要。所以这一定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啊，因为 PUA 很常在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例如说手机，出去玩，然后跟朋友聊天，什么什么什么的，它都是小事情。有时候你没办法就是记得那么清楚，然后你也会不知道哪里好像逻辑怪怪，你就是觉得不舒服，但你不知道怎么了。所以你最好就是记下来，记一下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去查，可以去问 GPT 说他这样是不是在 PUA 我，这是不是哪一个金句里头的话，我的感受是什么，他是不是忘记了，可以吗？这真的很重要。那你不要小看这些，你只要越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越累积起来，你的那个原本被压下来的怨气会全部跑出来。而怨气是好事，因为生气了，你才会有力量，你知道你被辜负，你被错待，然后你才会有机会为自己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好吗？然后再来划界限跟责任，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吧。你太敏感了，意思就是说都是你的错，你敏感，让你敏感的我都没有错，是这意思啊。那你看，假设你这句话你没有记下来，你就不会有机会去想他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他在否定我的感受，然后再转移责任。只要你不那么敏感，我就不用改啦。那我当然一定要继续说你很敏感啊，可以吗？那你常跟朋友出去，我很没有安全感，这很常会出现。可是你的不安全感真的是我造成的吗？我一定会问对方说，请问我以前到现在，我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那既然没有，为什么你需要对我这么谨慎？假设我以前劈腿，然后被你抓到，那你这么敏感，我还可以理解。那我也愿意交出我的定位，或定时交出我的手机，让你看我真的没有在干嘛。
但也不会是永远。这是我在做伴侣諮商、家族治疗里面会做的事情。假设他们在讨论出轨议题，可能有一段时间，出轨的那个人要给对方信任的时候，可能他要给他的行踪，可能要让他看一下手机，我会觉得是 OK， 但也不是永久。可是平常假设我都没做错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你很没安全感，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活我的生活，然后你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我在意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没安全感，那你要我怎样？我有可以做的事，跟我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我的隐私权，我也想要照顾好。那你有你的议题，我可以陪你一起找諮商，但你不可以全部都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不一样，可以吗？这叫划界限，这叫划界限，而我们没有被教导要划界限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只要划界限就变得很难搞，然后别人就是拒绝别人。然后这样的话关系就不好，会有冲突，我们超怕冲突。但是划界线真的是长久下来好的关系的好的方法。就我就是由这几根逆毛这边，你就是不要碰，你只要不碰了，我就没事，类似这样。OK， 最后改变行为，我们刚刚都说了，那一堆认知失调发生，就是因为行为没有要变。那我们就直接来动行为吧。假设我真的觉得跟他相处很不舒服，也许我稍微的离开他一点点。例如说，我们原本是同居，那不然我假日先不要住一起好了，或这一个礼拜我跟朋友住。有机会的话，找回自己的兴趣，重建人际关系，因为很常你会被 cut 掉。他们说你不要去找你朋友，赶快把朋友找回来，跟他们抱怨说。他真的对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很糟，你们帮我听听看，可以吗？假设这关系真的很糟，要不要离开？要不要离开他？这可能是好的方法，但困难，我知道困难。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疑问？嗨，其实我们想要针对第一点，就是记录下来，就是说，假设今天刚刚是举例是主管对下属的关系。但是如果今天是朋友或是伴侣之间的关系的话，如果当下没有去反映说对方在 PUA， 那而且又这样子去记录下来，会变成有点像是这个会在记仇，然后记仇就算了，我还跑去跟我朋友抱怨。那跑去跟朋友抱怨的话，变成你可能会是偏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比较主观的想法，并不是客观的把整个事实跟朋友讲，这样子也会导致说朋友有点像。偏煽风点火的那种感觉，这样子，那这样子会不会久而久之会导致这整个关系更加的劣化？是，有可能。但我们现在在想的是，我觉得这边你说到有一个担心是，我们会不会自己觉得自己都没错，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是像这样吗？对。OK， 我们很担心，要是自己。真的有一些盲点没看到怎么办 ？OK 啊，有可能啊。但是我们先想想看哦，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关系里头，另外一半是允许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另外一半可不可以让我生气？另外一半可不可以让我说，他有时候真的很屁耶，去跟朋友讲他的坏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那个标准拉高一点。不要随便乱找一些都不能说别人坏话的人，可以吗？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也许我有一天我走到这个极端去，我就一直跟朋友抱怨，然后朋友也没有看到全面。但我觉得其实很难，因为假设是朋友，他要是够认识你，他也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会不会跟你讲？有可能。然后假设你真的就是很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都没错，然后你再去跟你伴侣讲的时候，你伴侣也可能炮轰你一次啊，然后就会吵架啊。但吵架的时候，你可能就有机会听到他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或是开始检讨是不是自己真的有做错。我没有觉得吵架是坏事，只要吵架也是一个沟通方式，有时候吵一吵，然后就可能就好了。那我再讲直白一点，然后有时候就是吵完架打个炮，然后更好。就真的嘛？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就我之前有遇到那个女性朋友在抱怨她的男朋友之类的，
然后可能抱怨1、2年之后，我们自己私底下去找那个男生，才知道那个女生其实长期的家暴那个男生这样，有可能边哭边讲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没有听到整个事情的全貌。是真的有可能，所以这时候，你说这个女生有没有把自己的身心状态照顾好？有啊，蛮好的啊。但我们就是也会希望说，那个男生的身心状况也被照顾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好好吵架，然后沟通看看。假设沟通不行，那看有没有机会分手，就不用这么苦了。对，大概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这样，而不是说啊，那女的应该闭嘴，我觉得不用，但是男的应该要开口。应该是女生叫男生。对，但男生最好有机会是可以开口的话，也许他不用苦这么久。谢谢，好问题。还有没有其他人想说些什么或有问题的？好啊，看来没有，那我们就要停在这里咯。好，谢谢。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都不是要跟各位说，哇，爱情的世界很可怕，大家赶快单身一辈子吧，不是这意思，而是我觉得我们都在摸索什么是爱，我们也要学会怎么爱人跟怎么被爱，但这个过程里头，要是一不小心掉到了被操控的陷阱里头，它的代价真的很大。那我们要是看懂之后，我们可以避开某一些状况，或是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但你跟他说你现在在 PUA 我，你不要再这样做了，然后他突然什么意思？然后要是你们一起克服这件事情，这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是这个讲座的目的之一。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遇过有人是他是现在 PUA 受害者的那个症状，但是其他的另外一半，应该是没有对他做 PUA。有可能，因为那个我刚刚说了，就算 PUA 结束，他的那个反应可能都会持续。就算你现在的另外一半正常的不得了，他可能还是会很小心翼翼，或是紧张或担心，还是可能。对，那不一定是这个人做错事，而可能是过去的阴魂缠着他啊，这也蛮常发生的。但是所以这也是陪伴的过程，是另外一个过程啦。对，你要问这个原因是什么？没有什么原因。哦，好，但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假设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好了，他看起来有一堆 被 PUA 的症状的时候，但你又知道他的另外一半是好的，你就鼓励他继续在这关系里头，因为这是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有机会慢慢的会知道说，他好像不用这么紧张了。希望回答你。就是今天有一个 PUA 人，然后又是朋友嘛，就是怕他，又是朋友嘛，但是就是我想说，就是 PUA， 然后跟 PUA 的受害者他PUA 不去，然后结果你是第三个人，但是你被卷入在这个情况里面，快吗？可是你就会想说，如果直接跟他们说我们都是 PUA，他们应该是都很难接受。是，所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去切入让他们去理解到，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我很常做的事情，我会给他们一些资源。资源包含，你们知道什么是 PUA 吗？分别丢给他们看，就这样。然后，像我自己在做。因为很长 PUA 不会是只有单向的，就像是各种形式的亲密关系暴力，不管是言语，然后精神，或是性，或是肢体的暴力，它很长都不是单向，很长是双向的。可能是例如说太太一直骂先生，然后先生后来压起来，然后打太太，叫太太闭嘴，这是不是双向？是。对，那 PUA 跟被 PUA 很常会一起发生。对，那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是，至少他们现在看起来势均力敌。假设只有一边很弱，那这比较惨，弱的那边会很惨。那势均力敌，我觉得是好的。可是他们看来就很需要一个新的方法去沟通。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不要用这种就是
这种那么累的方法，让别人很累的方法讲一件事情。对，那这不是你的责任。你作为朋友，你也要有一个界限是，好，我能给的就是可能分别听听你们抱怨，但是你要我选边站的时候，我没有要选。但我可以跟你说，你知道学校有諮商中心吗？学生中心里头可以去諮商，还不用钱，去一次赚2500，现赚2500。对，那或是张老师中心，甚至是匿名的，对。所以可是好像是成年人的人际关系，这我觉得 PUA 这个沟通是他们两个都该讨论的时候，就是你会，我觉得这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去想一件事，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你可能要不厌其烦的就说，其实这真的很像 PUA， 然后我给你资讯，对，你在意，但是你就要一次一次的去说，我只能帮到这里，划界限。我觉得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各位要努力的事情，是我们在关系中划界限，一定会被测试很多次，而且刚开始反弹会很大。但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说，我的界限就在这边。我刚举了我阿嬷的例子，我那时候长大了要出去，然后我说我要出门咯，他说要去哪？我说我要出去。他就再问，所以你要去哪？我说我要出去。我讲了5遍，我也没有跟他生气啊，我就只说我要出去。他后来就不问了。那之后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出去，他会慢慢的减少再问一次的几率。有时候会突然丢，然后就再问3遍，然后我就再回答我要出去。划界限是一个要不厌其烦的让人家知道你想跟他讲什么，跟你不想跟他讲什么的过程，真是好问题。你不会突然说好，我今天要跟你说，我没有要理你的，然后他就不烦你，不可能，一定不可能。对，好，希望有回答到你。好，嗨。所以你刚刚说就是你要出去，那如果就是家人说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跟我说？就是说我只是在关心你的话，那我需要怎么说好，我收到你关心了，但我要出去，拜拜。我没有，我真的是这样讲话，就是我可以理解他要关心我啊，但我不想要被你这样关心啊。我说好哦，拜拜，晚点回来。那这样子会不会让他感觉到他不被受尊重？会，因为你以前都一直把你的一切跟他讲，然后你突然不跟他讲，他一定会觉得很怪，他一定会觉得说你今天有什么诈，为什么不说？要做什么坏事？然后开始很担心。可是你就只是不想跟他说而已。对，所以我说这要练习，这真的要练习，要一直的练习。有时候他可能会生气，那我就说我要出去，我没有要跟你吵，先这样，拜拜。对，真的会有这个状况。但我们要理解，我们都不要用很剑拔弩张的方式要跟他吵架，我们只是要让他知道我在意这件事情，我没有要跟你讲这些事情。假设你回来，他继续跟你吵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可是我都几岁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是想出去啊，我要交代这么清楚吗？你担心什么？一样那一招。我以前有做什么事情让你需要担心我的行踪成这样吗？我以前是出去3天3夜不回家吗？没有的话，你干嘛这样弄我？类似，我们不一定要讲一样的话，但是你要有这个概念在，好吗？有回答到你吗？